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第一条是，澳大利亚航空因取消航班被起诉，与监管机构达成和解协议，航空公司可能需支付1亿澳元民事罚款，并为受影响乘客启动2000万澳元的补救计划。接下来，新加坡电信旗下的澳大利亚电信公司 Optus 任命斯蒂芬·鲁厄为首席执行官，自11月起生效。据悉，自2018年以来，鲁厄一直担任澳大利亚国家宽带网络首席执行官，他的任命是 Singtel 向更分散的结构转型的一部分。让我们关注澳航支付1亿澳元罚款，以和解在得知航班已取消后仍持续售票的指控。另外，还将向86000多名受影响乘客赔偿最多450澳元。我们来看一下，沙特阿拉伯上调亚洲油价，表明对石油市场前景有信心。油价在经历2月以来最大单周跌幅后企稳。请看下面这条。尽管近一半的受访者担心最终会崩盘，但彭博社最新的 Markets Live Pulse 调查显示，华尔街对快速反应股票期权的狂热仍有发展空间。下一条，由于中国和美国的电动汽车增长，今年全球汽油需求增长将减半，导致下半年的炼油利润率承压。我们来看一下。ABC 新闻总裁金·戈德温宣布辞职，不再担任总裁一职。接下来 ，ABC 新闻总裁金·戈德温卸任，由黛布拉·奥康奈尔临时接管。戈德温是首位领导网络新闻部门的黑人女性，她宣布退休。在戈德温任期内 ，ABC 新闻2大重要节目《世界新闻今晚》和《早安美国》仍领先竞争对手，但《早安美国》因主播离职和人才流失而有所下滑。请看下面这条。新西兰央行今年降息空间有限，在确保通胀可恢复至目标水平前，不应放松政策。政府需控制支出以平抑通胀，而财政赤字应逐步减少以实现预算平衡。OECD 预计，2024年新西兰经济增长仅 0.8%，2025年升至 1.9%。我们来看一下。澳航同意支付 1.2 亿澳元赔偿金和罚款，因其在数千个已取消航班上出售机票。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去年对澳航提起诉讼，指控澳航在2021年5月至2022年7月期间宣传已取消的8000多趟航班机票的行为属于虚假、误导或欺骗性行为。澳航同意支付1亿澳元罚款给澳大利亚政府，并预计支付2000万澳元给超过 8.6 万名受影响的顾客。下一条。罗布斯塔咖啡价格飙升至45年来最高点，供应紧缩加剧，越南产区持续面临供应困难，干旱和高温加剧。2024年作物前景堪忧。让我们关注中美联合军演演习反登陆作战，发射导弹和炮火模拟击退入侵，展示军事力量和加强双边关系。军演旨在提高两国军队合作能力，而非针对任何特定对手。让我们关注欧洲市场平静开盘，伦敦休市，经济数据较少。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鸽派言论提振风险情绪，全球股市上涨。中国服务业活动扩张，投资者预期日本央行干预会势继续。请看下面这条。对冲基金期权投注可预测绿色股票未来收益。研究表明，基金经理对绿色股票的看跌看涨期权头寸可反映市场情绪和定价变化。此类投注由财务目标驱动，而非财务偏好。最后这条是，法国技术公司 Atos 收到4份收购邀约，将围绕其重组与利益相关者展开讨论。Atos 计划5月31日与债权人达成一项重组协议，并于2024年7月达成最终协议。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